幫我 call Uber 去中環大館。換咗做呢套衫。上一次我哋就同大家好快咁試過 Samsung 最新發表嘅 Galaxy S26系列，同大家睇下一啲重點功能啦。全新嘅 Privacy Display。AI 功能固然吸引，但講到日常使用，今代 Galaxy S26嘅實機體驗又有冇升級呢？今次呢條片除咗會為大家更深入咁評測 Galaxy S26系列嘅升級之處，都會同大家睇翻 S25系列嘅舊機報價，究竟今代嘅升級值唔值得課金，定係舊機更有性價比呢？想知嘅話就記住同我哋睇到最尾啦！喺開始之前都要多謝一直支持我哋嘅朋友，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未來都會為大家繼續帶嚟最新嘅科技資訊，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再撳埋隔離個鐘仔啦！先講外形，自然又係例牌咁話 ，Samsung 設計師又偷懶，話今代 Galaxy S26同上代、上代都冇咩分別噶啦。咁如果你淨係攞兩部細機嚟對比嘅話，咁呢一個講法，又似乎真係冇錯嘅。不過向來 Galaxy S 系列嘅更新重點都係放喺最高階嘅 Ultra 機上面，今代當然都唔例外啦。佢嘅改變就傾向搣甩舊陣時繼承自 Galaxy Note 系列嘅方正感覺，最新一代嘅 S26 Ultra 就採用同 S26、S26 Plus 同樣嘅圓角，形象上統一咗嘅同時 ，S26 Ultra 亦都係歷代 Ultra 機入面最薄，只係得7.9mm 厚，重量亦都減到得返214g，邊框角位咧就冇再好似以前咁鋥住隻手，用起上嚟咧都舒服咗㗎。不過講起邊框，今代 Galaxy S26 Ultra 就有一個位咧係冇咩人講嘅，就係物料選材上面就唔再係過去兩代嘅鈦金屬物料，而係同其他兩部細機一樣，用翻 Armor Aluminum 2裝甲鋁金屬物料。相信有部分人咧都會將佢視之為一個降級。不過鋁金屬物料事實上亦都係擁有更好嘅散熱性能，呢一方面喺上年9月登場嘅 iPhone 17 Pro 系列上面都已經印證過㗎啦。只不過 fans 係咪收貨就真係見仁見智啦。除咗外形上面嘅改變，今代 Galaxy S26 Ultra 喺硬件上面最大嘅改動，必然就係全新嘅 Privacy Display 防窺功能啦。Samsung 今次喺屏幕像素層面上面做咗手腳，將像素分為寬視角同埋窄視角兩種。開啟防窺模式之後，系統就會關閉寬視角像素，只係留返窄視角像素發光。由我哋嘅實試中可以見到，開啟咗呢一個功能之後，畫面傾斜大約30度左右，畫面睇上去咧就會變暗變灰，從而保護返用戶嘅個人私隱。唔單止可以做到左右防窺，就連上下視角都一樣防到。呢一個防窺當然就唔係毫無代價嘅，既然係以關閉像素嘅方式去減少視覺，喺防窺功能打開嗰陣，自然就會影響到顯示嘅亮度同埋色彩啦。如果係用緊最高級別嘅防窺嘅時候，正面睇畫面咧都會多咗一層灰色添㗎。所以如果係平時使用，建議都係指定翻開啟某啲 Apps， 又或者係信息 pop up 嗰陣先開啟防窺，非必要都唔需要犧牲自己嘅視覺享受啊嘛。每年換代咩都唔換都得，但係處理器就一定要升級啊嘛！今代 Samsung 繼續同 Qualcomm 合作，為全線 S26 系列加入特供版嘅 Snapdragon X Elite Gen 5 for Galaxy。根據官方提供嘅資料，呢一款晶片 CPU 性能最高提升19%，GPU 性能提升達到24%。呢一方面喺實際跑分上面都反映得到嘅。根據我哋喺 Geekbench 入面實測嘅數據 ，Galaxy S26 Ultra 嘅單核分數就達到3636分，而多核分數咧就係10902分。對比起上代，單核性能提升咗大約15.5%，而多核性能咧就提升咗大約8.7% 啦。CPU 性能雖然就冇官方講到加強咁多，但係咧都係一個唔錯嘅數字。不過要用嚟打機嘅話，當然就要睇埋 GPU 性能同埋 Samsung 方面嘅溫控設定。呢一方面我哋就繼續揾嚟 3D Mark 入面嘅 Solar-based Stress Test Unlimited， 模擬大型遊戲又或者係渲染影片嘅情景，睇下兩部機連續運行20輪之後，性能會下跌到去咩程度啦。
由圖表中可以睇到 S26 Ultra 喺第一輪跑出14,300分，比起 S25 Ultra 嘅12,571分高出13%，證明佢嘅爆發力的確係好強。而喺之後落嚟嘅圖像運算當中，雖然都會因應溫度而逐步降頻，但係整體嘅表現仍然係好過上一代，而且性能曲線亦都非常平穩，明顯 Samsung 嘅計算調整得都幾精密。相比之下，其他2026年嘅旗艦機就出現大起大落嘅情況啦。而喺呢一套溫控策略、新嘅機框物料同埋新設計嘅 Vapor Chamber 交互作用之下，S26 Ultra 喺運行跑分途中，機身雖然都有升溫，但係熱量都可以均勻咁分散到去機背大部分嘅位置，係一個唔用上手都未必可以察覺到嘅升級位嚟㗎。硬件上，除咗處理器有明顯提升，S26 Ultra 嘅拍攝硬件亦都有小升級，就係主鏡頭同埋5倍長焦鏡嚟到今代就擁有更大嘅光圈，理論上就可以提升進光量，去提升夜拍能力嘅。不過如果睇返實際試拍嘅相片，S26 Ultra 對比上一代 S25 Ultra 嘅拍攝質素其實就唔算有好明顯嘅進步。日光日白基本上分唔出咩勝負，就算係入黑之後，頂多都係因為光圈變大，令到 S26 Ultra 可以用更低 ISO 去拍攝，減少暗位嘅細節流失。不過喺軟件演算法嘅高度輔助之下，1年前推出嘅 S25 Ultra 得出嚟嘅成像都唔見得話輸蝕得去邊嘅啫。即使係去到一啲極暗嘅環境，靠長曝得返嚟嘅相片，亦都唔見得大光圈嘅 S26 Ultra 擁有完全拋離嘅優勢喎。睇埋兩部細機喺拍攝硬件上面對比起上代，甚至乎係冇任何改動。如果單係想喺拍攝上面有所精進，今代 S26 系列呢一方面嘅升級就真係冇咩吸引力可言啦。硬件方面就講咗咁多，不過 Samsung 近幾年嘅 Galaxy S 系列手機其實都放咗唔少心機喺 AI 功能方面。S26 系列已經係佢哋第3代嘅 AI 手機嚟啦。舊有嘅 AI 功能好似係翻譯、音訊消除等等，當然都係繼續存在啦。而執相用嘅 Photo Assist 亦都升級咗，除咗可以好似之前咁畫上草圖再生成圖像，今代就可以利用文字輸入指令，亦都可以加入圖片作為參考再生成唔同嘅圖片。不過睇深入一啲 ，S26 系列真正嘅加強之處就唔再係功能上面嘅數量，而係講求跨系統嘅 AI 操作能力。例如係 Perplexity 助理功能就俾大家唔使再周圍揾 App， 用 Hey Plex 喚醒手機 Hey Plex 幫我導航去中環大館，再用語音指令就可以做到導航 Call Tag Hey Plex 幫我 call Uber 去中環大館，作 notes 等等嘅操作，幫我建立一個購物清單，我想整 Tiramisu。What time do you want to set the alarm for tomorrow? 3 PM。舊有嘅 Bixby AI 亦都變成另一個裝置管理員嘅角色，雖然就未支援廣東話，但係用普通話又或者係英文就可以語音操作絕大部分手機嘅設定。另一個擁有同一類智能功能嘅就係呢一個 Now Nudge， 佢會實時 mon 住用戶嘅信息，再進行相應嘅建議。例如係講到時間，佢就會建議你建立日程；講到 share 相片，佢就會彈出個掣俾你打開相簿。呢幾個操作都係用緊 AI 去節省用戶出出入入揾 Apps、開 Apps 嘅時間，亦都叫做半隻腳踏咗入去 Agentic AI 嘅世代啦。講完一大輪，都先為大家歸納一下今代 S26 系列嘅各大升級位先啦。全系列嘅通用升級分別有處理器升級到 Snapdragon X Elite Gen 5 for Galaxy， 帶嚟更流暢嘅日常體驗同埋更強嘅遊戲效能。AI 功能方面嘅進化，就由以往被動嘅工具變成主動嘅助理，仲有 Perplexity 加持支援廣東話。另外，今代 Galaxy S26 系列其實亦都支援翻 eSIM， 算係跟得翻上潮流啦。而 S26 Ultra 獨家嘅升級位就有 Privacy Display 硬件級防窺屏幕，喺公共場合處理敏感資料都安心啲。更強嘅散熱性能令到長時間打機都唔怕辣手。而雖然電池容量冇咩變化，但 Galaxy S26 Ultra 亦都支援咗更高嘅60W 充電，半個鐘就可以叉到75%，叫做比起上代快少少咁啦。對於生活節奏快嘅用家嚟講，碎片時間充電更加實用。升級位就講完啦，咁心思思想買新機嘅你又可以入手邊一部呢？簡單嚟講，如果你係商務人士
S26 Ultra 嘅硬件級防窺屏幕同埋招牌嘅 S Pen 都係其他型號，甚至係其他廠牌俾唔到你嘅獨家體驗。加上60W快充同埋最強散熱，令佢成為生產力工具嘅首選啊！但係如果你只係想試下 Samsung 嘅最新 AI， 對於防窺 Mon 又冇太大需求嘅話，S26又或者係 S26 Plus 兩部較平價嘅機種其實都已經夠做㗎啦。而如果你係追求拍攝能力嘅話，好坦白講，今代 Galaxy S26 系列帶嚟嘅更新真係未夠突破。即使係上代 S25 系列拍出嚟嘅相片都唔係差得好遠，甚至選擇翻其他中國內地廠商推出嘅旗艦，可能仲會有更多拍攝嘅玩法，更高性價比添。講到性價比，今代 S26 系列係 Samsung 凍價2年之後首次全線加價嘅出品。如果你睇完上面嘅實測，都覺得 S26 系列嘅表現冇預期中咁大進步，價格又係一個重要嘅考慮因素。上一代嘅 S25 系列經過1年嘅調整，目前嘅價格都幾吸引㗎。睇翻 Price 上面嘅報價，就算係 S25 Ultra 都已經減到去7000蚊有找，比起原價平咗接近3000蚊。對比起加咗價嘅 S26 Ultra， 自然就更加吸引，而且佢仲用緊唔少人追捧嘅鈦金屬邊框，呢一個價錢相信都會有唔少人考慮㗎啦。而如果只係想揾一部日常用嘅機，上代 S25 同埋 S25 Plus 同樣都有住唔錯嘅減幅，5000蚊有找就買得到。呢一個價錢買到 S8 系列處理晶片嘅旗艦機都算幾合理嘅。但係如果想有更強性價比，其實你仲有一個冷門啲嘅選擇，佢就係推出咗半年左右嘅 S25H 呢一部以纖薄為賣點嘅旗艦，雖然擁有一流嘅手感，但係市場需求同 iPhone Air 一樣慘淡，目前嘅市價已經跌到5000蚊左右。如果你想試下與別不同嘅設計，又唔介意用上一代嘅晶片，S25H 其實都係一個幾抵玩嘅選擇嚟嘅。仲未諗掂啊？整多個表出嚟俾大家畫下鬼腳，再諗下自己買唔買同埋買邊部啦。唔知各位睇完呢條片之後，可以決定到買唔買 Galaxy S26 系列嘅新機未呢？定係覺得升級幅度未夠吸引，想慳翻啲錢等下一代呢？歡迎留言，又或者係填下 YouTube 問卷去話俾我哋知。之後我哋仲會揾嚟更多手機做評測比評，唔想錯過嘅話，就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再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